声音网的朋友好，这里是丽对谈，我是 Lily。喜欢我们感恩声音网的朋友的话，可以帮我点击一下荧幕下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经常听 Lily 讲讲关于艺术家们的有趣的小故事了。谢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这位嘉宾是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美术系李景明副教授，他现在的话也是兼任该校美术系的主任。他的话现在他的这个人生过得是非常的这个多姿多彩他是遨游于艺术世界。他现在的话不仅是一个艺术教育者，他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又是一个国际策展人及收藏家。好，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李景明老师。老师好。你好，是我在看到您的简历以后我是有点被吓到，因为您在美国跟澳洲留学期间都是拿到了这个全额奖学金，然后我就不由得很好奇，您的话就是说是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其实我们原先我在花莲出生，然后家人本来在台北，那我们搬来高雄呢，是因为我父亲的工作，父亲是工程师，化学工程师，然后母亲是国小老师。那其实蛮庆幸我的双亲都很支持我在艺术创作上的努力。那其实要有这样的家庭，好像还要有点运气那父亲可能是因为从小他就有收藏艺术品，然后他也拍照、摄影，参加过比赛，得过奖。那母亲在后来进修，她本来是师专，然后后来进修大学的时候，她学的也是艺术相关科系，所以听起来是在一个艺术氛围很浓郁的家庭长大，应该是这样子，是的，没有错，就是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OK。那小的时候，就是说爸爸妈妈就家里有收藏，会跟你说一些这个作品是谁这样？没有其实家人摆放在那，就摆放在那儿，那你自己去品味，自己去观赏。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也是等到家人我卖的图，然后受到外头的肯定之后，家人才开始挂我的作品那时候多大？是研究所毕业了，好久以后的事。那所以其实这里我想，你小时候不会说你在有作品的时候，爸爸妈妈很骄傲，就是说放在家里摆放。他会挂奖状，不会挂作品，作品已经定的。其实听起来他们不太希望走艺术这条路。倒也未必。就是我觉得他后来挂我作品，大概是因为我请他吃饭吧。卖的现实的爸爸妈妈，我还想听到很感人的故事。很多家人都很现实。其实很多家长愿意投资，愿意支持小朋友学艺术，可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我觉得他们也在等待别人的肯定，因为总是说自己好也怪怪的。那等到有真正确实是外面的人的肯定，他们花了1个月、2个月的薪水去买你一件作品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是一种真的非常扎实的肯定。家人那个时候也会随之对你有真正的肯定。那我也有一些学生，他们也是得了大奖之后，家人才确定让他们走艺术这条路，这很现实。家人往往更现实，对。听起来爸爸妈妈很有趣。所以你小时候是一个怎样个性小男生？我可以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小时候你在学校，就说有一点跟同学产生一点不愉快，你当天会把这个事情回家跟爸爸妈妈说吗？其实一般都不会说其实这样子还蛮闷的。可是我想小男生总是有时候有自己的一种男子气概，一种尊严的建立，在那个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放得开。或许在艺术创作上，在后来或多或少都受到这样的对待父母的方式随之有影响吧。就是我会把我的情绪放在画作上，我会把我的情感放在我喜欢的事物上。所以这个性对后期黑色幽默风格是有一定的影响。有应该是有。以前没想那么多，后来越想越清楚，是这个样子，没错。就是说性格决定命运。或许是。那你小时候如果说爸爸妈妈其实并没有开启这个艺术这条路，那您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或者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是谁？
我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到南部7县市的第1名。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是国小的一个学画的教画的老师，国小老师叫做黄延山，他后来好像是到大同国小吧，教书。那这算是我的启蒙。那接下来正在高雄中学教书的洪根生老师是我很重要的启蒙老师。那还有宋庆田老师，这些人其实都对我有一些影响。那我想这些启蒙很多部分其实并不是在于风格的建立或者技巧的传授而已，更多的是人格特质的养成。因为我们看到这些老师如此的投入，如此的认真，那个影响是一辈子的。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值得认真的事情，大人都这么做。老师有多认真？我记得比如说洪根生老师，他当时他画图画到手要针灸，他会不断的，在他还算年轻的时候，他不断的用他非常干瘦的手，然后画出非常非常有劲道的画面，然后在创作上非常的投入，在宣导艺术的使命上也非常非常的当自己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一个大侠一样的特质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他。对，他那个时候手有针灸的时候，还是正常给你上课？对啊，当然，对。你是怎么知道他是针灸？我们知道啊，他有贴膏药，然后针灸，会跟我们讲他等一下针灸。严重了，然后还叫你上课。大概我觉得有时候你对创作太过于投入，这不是个年纪的问题，有时候你就会可能也会有一种我们称为运动伤害的东西吧。我想，不过那时候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反而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原来你可以对你爱的事情这么的投入，这么的执着，对，是全身心的心跟心，没有错，没有错。那你所以在国内的时候，您当时的话是觉得自己要走艺术这条路？对，应该是有这样的打算。不过到了美国念大学，因为我大学教育大部分在美国完成，然后在国外其实也有小小犹豫过，因为大家会觉得哇，我们学画大概没饭吃，学设计或许会比较有机会。那我当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您当时是在去美国之前，奥克拉荷马大学去之前就知道自己会拿到全额奖学金，还是去过？去了才能，去了才能。其实那也是很大的对，是 part time 而已啦，他没有全，他算是有一段时间是全额，有一段时间不是。不过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确立更清楚自己的方向吧，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在美国更确定。当时到了美国过后，您觉得就是说美国什么对您的影响最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思考的方式，还有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些都会让我觉得，或许我来对的地方。那是一个文化思想都很开阔的环境，那是一个有努力、有竞争的一个环境。它不是一个靠特权的环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国梦，这个地方可以达成。我想这个部分，美国给我非常正面的一个机会来看待。那我当时甚至莫名其妙的当上了台湾同学会的会长，然后还入选美国大学名人录文。那个是怎么回事？可以说一说，我真的非常好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成绩好吧，我也不是很懂，那就把资料送过去，他们就给你一个记录。那另外一方面，我在研究所阶段是在 University of Oklahoma 那个学校，也拿到了我成了同学会长，然后美术系的人成为同学会长，其实我们教授很不爽，他觉得应该要画图，你去搞什么同学会 ？But anyway， 以前的会长是什么科系的？应该都是商学院或理工科，对。But anyway，我做的还不错啦，所以然后是打破了该校的100年传统。他未必，我不清楚。入选了美国大学名人录。这个在某部分我还拿到荣誉周名，他们 Oklahoma State 的荣誉周名。那其实是因为当时协助创办中文学校，那其实也是帮他们扛一些书回去而已啦。所以，反正在国外我得到一个讯息，就是你必须要努力参与很多很多的活动，而且很积极正面的去面对你接受的挑战，那机会就会到你手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老师，您当时在美国取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在那个大学期间，您觉得除了本身学业上的话，您非常努力，其实还有是其他的部分要参与，是不是？
有啊，有，事实上一些社会性活动，有一点点像社团活动或社会性，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创办中文学校，是当地 local 的一个学校，是在地华人他们想要的一个组织，那我就帮点忙哦，然后帮忙写个信，帮忙打个电话，帮忙带一些书，就这样子。可是其实这些帮助是对当地人都很有帮助。那这些参与，我觉得做一个艺术人而言有没有用？其实是有用的，因为你需要透过参与才能够产出你对环境的感知能力。我觉得任何艺术家都要诚实的面对他的处境、他的环境，然后他的时代能够带给他的冲击。我觉得或许在当时被选上当同学会会长的时候，其实是蛮心不甘情不愿的可是后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资历对我而言。那后面中间是隔了4年，然后去澳洲卧龙岗大学。其实应该快满5年了。对，我是回台湾教了一段时间的书然后到处兼课。那到有一段时间，已经有老师愿意帮我忙，看能不能去一些私立学校专任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到澳洲去念博士。那我就掌握了那个机会，我就毅然决然再去念博士。我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也需要一点勇气了。对，您当时在澳洲的话，拿的是全额奖学金，是，那是确定，对。然后那时候是因为第1名毕业这样的一个成绩嘛，所以才可以拿到这个奖。绝对不是我应该不是因为在美国，他们不是真的看重美国给的成绩而已。我觉得他更看重我回台湾那几年的表现。我帮杂志社写东西，我帮忙社团去做运作、去策展等等的。我想这些资历是他们看重我的原因。我想他们想栽培的是一个有潜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成绩好的人。是的。您就是在美国、澳洲期间就开始去参展，当时那些展是你自己去找那些画廊，还是说是学校推荐？有些自己找，有些是老师们推荐。那自己找，其实是老师教我们要自己去找，这是应该是必要的一个工作，所以还蛮开心。其实老师们给我一些正确的观念，这是真的。当时在澳洲参展是一种跟美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吗？会，其实它是不同的环境事实上也是一个不同的文化。在美国的文化跟在澳洲的文化很明显的差异在于，他们2个文化的底蕴是有差异的。一个是非常相对是继承英国新教徒的一种价值观的文化，然后我们在美国去住过美国人知道，你在那边买鸡翅或买鸡腿会超级便宜，他们最喜欢的是鸡胸肉，他们喜欢 pure 的东西，纯粹的东西，干净的东西。可在澳洲却存在另外一种价值，因为他们大量移民，东欧移民，然后还早期的英国移民其实很多罪犯，所以他们是一个基本上有点左派思想的环境。那比如说我们在澳洲搭的火车都只有一种等级你在澳洲很多地方，他们对于弱势、对于少数民族其实有更多的尊重，我想这点差异会比较强烈。所以这些不同的文化冲击，也造成您后面作品当中的这个不同层面的有的是非常重要。非常感谢李锦明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些精彩的分享下次节目的话，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如何在各种不同的身份之间进行这个交换更迭，他是如何做好国际策展人、藏家、艺术教育者、艺术创作者这4个身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